这船是我哥和我爹自己做的，用了2个月了。以往都是我嫂子和二哥乘坐这艘船出海，可我嫂子如今怀了孕，就快生了，所以这艘船今天就空了下来，正好可以借给你们。袁小鱼上了船，里里外外检查一遍。船很好，金姑娘、梁大夫，你们要不要上去看一眼？不用了，你说是好的，那肯定就是好的。不一会儿就涨潮了，到时候就可以出海了，你们准备一下吧。虽说小鱼家不收租船的钱，但我还是想给他们，不给银钱，给了他们也不收，换一种方式给吧，让他们家多捕点鱼。等见了小白鲨就去找他们，给小白鲨取个名字吧，我们一直都没有给他取名字呢。你来取就行了，他肯定喜欢你取的名字。叫白白、莎莎、沙悟净、和尚鱼。哎，你看那艘船是梁大夫他们在上面，他们往那边去做什么？那个地方是通往鬼屋的，他们去那里做什么？不能过去啊，那里有吃人的鱼，不安全。他张口就想大喊，让金玉二人停下来。哎，你别喊，引来了鲨鱼就不好了。梁大夫和金姑娘是有本事的人，我们不用担心他们的安危。走走走，继续划，你那些兄弟都超过你了，晚了捕不到鱼，今天就白来了。危险才好呢，最好是让那个姓金的丫头死在海上。是海豚！我的天哪，真的是那个小可爱！我终于见到海豚了，这海豚是我见过的最大最好看的大家伙。你好呀，你叫什么名字啊？蹲下来去摸摸海豚的脑袋，那海豚很机灵的上前，主动用脑袋触碰了金玉的手，还跳起来亲吻了下金玉的脸颊。梁远，你看到没有？他亲我了，他真的亲我了，他喜欢我。我真的是个万寿迷。梁远眼神阴恻恻的，看到了，这海豚一看就是个公的，正准备洒些灵泉水给他喝，一个白白的大家伙就猛地从海面跳出，张开满是尖牙的大嘴扑向了海豚。莎莎，住口！那大家伙没有听见，两鱼在海里打得火热。住手！哎呀，别打了！无论金玉怎么喊，两鱼都不停下来。忽的，他灵机一动，往海里洒了泉水。海豚和白鲨闻到了那泉水的味道，立马就不打架了，使出浑身力气，快速往船只这里冲刺。乖乖的不打架，我就给你们水喝，以后经常来看你们，保护你们。若是再打架，我就不理你们了，不给你们水喝了。大海豚可骄傲了，似听懂了金玉的话一般，点了点头。白鲨不甘示弱，冲他咧了咧嘴，露出满口的尖牙，也点了点头。我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做莎莎，你喜不喜欢都得接受了。我是个取名费，要不然你给自己取一个也行。啥？你说啥？哦，我没听懂，那还是用我给你取的名字吧。你长得可真快呀，这以后还能长多大呀？会不会跟电视里的大白鲨一样大？那到时候你会不会吃了我呀？谅你也不敢吃。你是在对鱼弹琴，还是鱼对你弹琴？梁大夫，方才我见你们往危险的海域去了，想叫你们却没来得及喊，可吓死我了。你们回来了就好，别再去那边了，那边不安全，也没这边的鱼多。哎，你们捕到鱼了！天哪，还有大章鱼，这鱼真大，够吃好久了，恭喜你们了。梁大夫，你们真厉害，我媳妇儿说的真对，你们不用我们操心。金姑娘好本事，不像我一点捕鱼的本事都没有，只能靠大文养着。我也是靠着我未婚夫养着的，没办法，你也看见了，我很瘦弱，必须得娇养着。养着你是我的责任，男人养女人是天经地义的。金姑娘的确很娇弱，比我媳妇儿还瘦，是该好好养着。大文哥，你可看到小鱼他们一家了？袁媒婆，哦，看见了，他们一家往那边去了。金玉二人感激了一番，很快离开，没有发现秦玉柔看着他们的背影，目光透着阴沉。大文，这边我看腻了，不想在这边捕鱼了，我们去那边瞧瞧吧。那是别人家的区域。怕什么？那家人你不是认识吗？都是日族的人，互相帮忙又不会怎么样。我日后是要当教书女先生的，以后我们家开了书院，教日族人读书识字，就是日族的大恩人，他们不该让着我一点吗？王大文还是不赞同。王大文，你说过的会听我的话的，这才成亲了多久你就不听我的了？我的命好苦啊，爷娘没了，家也没了，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嫁了个男人还是个不听话的，我干脆死了算了。行，我带你过去，你别哭了。哎，金姑娘，你们怎么过来了？哇，你们捕了好多鱼呢，真厉害！你们也很厉害，捕的鱼也不少啊。都是些小鱼，不值几个钱啊。我们打算回去了，所以过来看看你们，跟你们说一声。他边说边伸手进水里，假意洗手，实际是将灵泉水放入海水中。大五哥，这边有鱼，你力气大，赶紧把网子撒过来吧。好。下意识的就把网子撒了出去，网子落水了，他才反应过来。不是，金姑娘，你怎么叫我抛网子？你们不也可以自己抛吗？啊，我忘了。哇，好多鱼啊！大五哥，你们赶紧收网，别让鱼跑了。王大文，你娶了媳妇儿就不要兄弟了是不是？出海之前就分好了，各自在自己的海域捕鱼。你们呢，竟无缘无故的闯进了我们家的区域，这也就算了，你还帮着你媳妇儿抢夺我们家的鱼。明明是我爹先捕到的鱼，为什么要让给你们？就因为你媳妇是从外面来的？就因为她会哭吗？谁不会哭了？还有，你媳妇那话是什么意思？说我媳妇儿是野蛮人，我
自己的媳妇儿，我疼都来不及，你们竟敢这么说她？你们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我告诉你，王大文，你惯着你的媳妇儿，我们管不着，但别来招惹我家。那男子也是气急了，说完话之后，用木浆捅了王大文一下，使得王大文往后退了一步。正巧秦雨柔这个傻子正躲在他身后。救命！大文，救！媳妇儿。啊，我不是故意的，我明明没有用力，我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王大文，他就……别管是不是故意的了，救人要紧，你水性好，赶紧下去。男人慌慌张张的脱了外衣，跳进了海里道：“你说我是不是很冷血？看到他落水，我居然很激动。不冷血，因为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王大文的水性很好，不一会儿，王大文就找到了秦雨柔，带着她往船只这边游。大文，那是什么？鲨鱼，有鲨鱼！救命！鲨鱼，快杀了他！不好，是莎莎！哎呀，这傻子居然偷偷跟来了，还被那么多人看见，他是不想活了吗？我们赶紧过去。前面有好多船挡住了自己的路，白莎很是生气，她本想绕过这些船的，谁知船上的人就用奇怪的东西攻击自己，白莎气得潜入水里，不见了踪影。王大文带着秦雨柔游水本就费劲，秦雨柔还在他怀里鬼吼鬼叫的瞎挣扎，被海水浪那么一打，两人都偏离了船只。王大文的手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一个抽痛松开了秦雨柔。用木桨戳王大文的那个男人江三伦还在海里，和秦雨柔离得很近，就伸手拉住他的衣服，谁知太用力，秦雨柔身上的布料衣裳不结实，被扯开了。打了江三伦一巴掌，江三伦懵了，下意识的用力把秦雨柔甩到了船边。秦雨柔奋力的往上爬，边爬边踩江三伦，上去之后抓住一木桨打在江三伦的头上。你这个登徒子，害我掉进了海里，出尽丑样，还敢非礼我！去死！相公，那是什么？是船，是金姑娘和梁大夫的船，他们的船边还跟着一条海豚。我看到三轮了，他在那只船上。屯屯，你过去一点，别靠太近，免得被木浆打中了。金姑娘，我相公怎么了？他要不要紧？你相公头部受了重创，昏迷了，暂时醒不来。梁元正在救他，你无需担心。你们不用感谢我，要谢就谢屯屯，就是你们旁边的这条海豚，是他救了江三轮。海豚救人了，这可真是神奇呀！谢谢屯屯，你是我们见过最可爱的鱼。海豚是海里最机灵的鱼，外面那些人都想来抓海豚，还发出赏金，让我们日月部落的人抓稀有海豚。为了银子，好多人都会去海洋深处找海豚。如今想想，我们真是可恶，如此乖巧的鱼儿，怎么能忍心伤害呢？以后我们再也不抓海豚了。回去之后也警告其他人，谁都不允许再抓海豚。大家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海豚不仅聪明，关键它还会亲近人类。这次救了江三轮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家都得保护他们，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你们是渔民，在海上捕鱼难免会遇上危险，会有需要海豚帮助的时候的。大文，你怎么了？你醒醒啊！梁大夫，你快来看看呀！大文他不行了，吐了好多白沫。在船靠近了，梁元跨步到船上，伤口有毒，我诊断不出是什么毒，你们可认识这种伤口？结果其他人也分辨不出来，梁元只得回到自己的船上，找金玉要了一颗解毒丸，喂给了王大文。毒素暂时控制住了，他的命也暂时保住了。不过我不认识这种毒，现在无法根除。那就等回去之后再想办法，现在急也急不来，雨越下越大，继续待在海上会很危险的。我们先回岸上去吧。见那些船都走了，秦雨柔急了，你们去哪儿？别丢下我一个人，我不会划船。秦雨柔重伤了江三轮，还是故意重伤的，大家伙都看在眼里，此刻都觉得秦雨柔不像表面那样柔弱，纷纷都不想管她了，看她的眼神都透着厌恶。这会儿不管秦雨柔怎么喊，都没有人搭理她。王大文，你是死的呀！你媳妇儿被丢在海上了，你怎么不管不顾？救命！王大文，乡亲们，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别丢下我，我错了，我给江三轮道歉，我真的知错了，我不想待在海上。要不我们还是把她带回去吧，怎么说她也是大文的媳妇儿，再可恶我们也不能把她丢了。若她死在了海上，大文醒了，我们该怎么交代？哼，你们说的对，不能让她死在海上，我去救她。金玉看了王小花一眼，挑了挑眉，这个女人的相公差点被秦雨柔害死了，她会这么好心去救秦雨柔这个仇人，怕不是想把秦雨柔往死里虐呀。你划船带她回岸上，我先走了。江福一转身，王小花就一巴掌扇在了秦雨柔的脸上。她常年做体力活，能扛100斤的石头，一巴掌下去，秦雨柔的脸就肿了，连着牙齿吐出一口血。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这个该死的贱人！我相公害得你掉进海里，是他不对，可他好歹把你救上来了，你却丧尽天良的想要害他！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打你都是轻的。渔网直接套在了秦雨柔的身上，抡起木浆，一下又一下的打在她的身上。
小花嫂子打的会不会太狠了一点？要是把秦雨柔打死了怎么办呢？放心吧，小花嫂子有分寸。那个秦雨柔的确该打，太恶毒了，居然在那种时候一木桨打在了三轮哥的脑袋上。若不是有海豚和梁大夫他们，三轮哥就没命了。所以打他都是轻的。我观兄台很眼熟，请问兄台叫什么名字？哼，什么兄台不兄台的，梁大夫不用如此文绉绉的，我叫王大刚，你就叫我大刚就行了。我和梁大夫是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和王大文是同宗的，长得有几分相似，所以梁大夫才会觉得眼熟。那个王大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他是秦雨柔的姘头，就是他和秦雨柔害死了七郎。他会不会已经和秦雨柔好上了？有可能。救活王大文，来个捉奸在床。在日月部落，通奸的男女是要被沉海的。这么残忍？这里虽是个世外桃源，却有很多陋习。随着人越来越多，各种麻烦事情也就会越来越多。只是现在大家都很穷，很向往外面的生活，一心只想着团结变强。两位族长又是正直善良的领导者，所以才能压制住一些不安分的族人。但以后的生活若是变好，人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如此说来，两族真该合并成为一国，制定律法，才能约束族人走向繁荣。可看到秦雨柔的第一眼就知道她不是个好的，面上柔柔弱弱的，动起手来啊比谁都狠。有一次我还看到她打大文的妹妹，那丫头才9岁，胆小怕事的，被她拍的脑袋砰砰响。我给大文的娘说了，她娘立刻就去找秦雨柔问情况，结果秦雨柔死不承认，大文还帮着秦雨柔。哎呦，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这外面的人呐也不全都是好的。你下手也太狠了，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就不怕大文醒过来找你的麻烦吗？找就找呗，我不怕，我有理。梁大夫，救命啊！他快不行了！不，淋了场大雨，我救急犯了，快给我药！阿元，你别吓我，来吃颗药睡一觉。我未婚夫以前中过毒，身有旧疾，这会儿没法帮人治病了。你别看着我手里的药只有解毒丸和内调的。大文媳妇儿身上的外伤我治不了。大刚，梁大夫不舒服，你就别打扰他了，快到这边来躲雨，让我看看大文媳妇儿的伤势。你到一边去，这是大文的媳妇儿，你抱着像什么话？走，离远点，我帮他看看身上的伤。这小皮肤可真白嫩，跟小幼儿似的，比部落里的大孩子都白。千金小姐就是不一样啊，难怪那么多男孩子喜欢盯着你看。不过仔细一瞧，老娘还是觉得金姑娘最好看。好点了没？哎呦，还是很难受。金姑娘，让梁大夫再歇歇吧。正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他身旁的江三轮醒了。相公，你终于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头有点晕，胸口有点闷，我这是在哪儿啊？这里是岸上，你已经得救了，是金姑娘和梁大夫还有一只海豚救了你。啊，是海豚！原来那条鱼是海豚，以前我还去捕捞过海豚来着，如今他居然救了我，我以后一定改，不捕捞海豚了。谢谢他，真的很谢谢他。他都醒了，梁元也不装睡了。你现在虽说已经醒，但因为喝了很多的海水，又被打伤了脑袋，伤还未完全好，需得好好养身子。我现在手上没有药，等明日天气好，让你家里人陪我回一趟医馆，我开点药给你。哎，好的，多谢梁大夫。明日我和梁大夫去医馆，你和小花从三轮回家。江母点头应着。大文媳妇儿伤了你，小花气不过，帮你报仇了。你看那边，大文媳妇儿就躺在那儿，被小花打得鼻青脸肿的，真是痛快。三轮，娘知你和大文关系好，但今日的事追根究底还是大文媳妇儿的问题。要不是他先来找事儿，谁愿意搭理他？等大文醒了，该算的账咱们必须算清楚。必须算清楚，什么叫做大文醒来？大文怎么了？大文在海里被毒物咬了，中了毒。梁大夫已经为他压制了毒素，但因为不知道咬他的是什么东西，中的是什么毒，所以无法根除毒素。大文到现在都昏迷着。金姑娘，梁大夫啊，雨已经停了，这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再下了。雨天路不好走，天色也不早了，你们回去啊会很不安全，不如今晚先去我家歇歇吧。金姑娘，你的身材太好了，虽说看着瘦瘦小小的，但仔细一瞧，你个子不矮，该瘦的地方瘦，该胖的地方胖。哎呀，我好羡慕你啊！我以前很瘦的，是好不容易才吃胖一点的。你胖一点比较好看，但也不能太胖了，这样就刚刚好。不对，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胖一丢丢，就这么一丢丢，那就完美了。梁元在堂屋等了许久，也不见金玉从袁小鱼的房间里出来，有点心急了。可他又不能去袁小鱼的房间，所以只能在这里等着。你换身衣服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和小鱼闲聊了几句，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想你了。金玉无语了，忽然发现这货好粘人啊！他又不是去了几年，只是去了不到1个时辰而已，恋爱中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也不知道今晚王大刚会不会去找秦雨柔，不去我们就白走一趟了。咱们族里的女人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照顾一下雨柔又不会怎么样。王大刚真来了，我们猜的果然没错，是个怜香惜玉的。王大文什么时候能够醒来？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在他头上扎一针，他能马上醒来。事不宜迟，走。我怎么会在这儿？哎，我的头好疼！你们几个怎么会在我房间里？我媳妇儿呢？哎呀，你小子总算醒了，可吓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你不行了。什么你的房间？这里是袁家村，一醒来就惦记你媳妇儿，哎，真是个妻奴！你媳妇儿。呸！什么人这么大胆，居然敢在嫂子的屋子里乱来啊！嫂子，怎么是你啊？你，王大刚，你个滚犊子的，居然敢和嫂子乱来！你们两个狗男女，如何对得起大文哥？成了，一会儿就来人了。这天越来越冷了，咱们也别看了，回屋歇着去吧。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回到袁小鱼家，刚进屋躺下，屋外就有喊声传来：出大事了！日族王家村王大文家的媳妇儿红杏出墙了，王大文气疯了，和王大刚打起来了，几个人把王大刚压在地上，快把人打死了，劝都劝不住。啥玩意儿？大半夜的闹出这种丑事，这王大文家的真是个祸害！打死这个贱人，打死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我们日族的脸都被他们两个丢光了，陈海必须把他们陈海。别打了，我不是自愿的，是王大刚逼我的。大文，你相信我，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是被逼的。秦雨柔，我王大文是宠你，可不是傻子，我什么都能迁就你，可唯独这种肮脏的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我，不是自愿的。大刚都承认了，是你先勾引的他，你还敢在这里狡辩？当初在东林国，是你先找上的我。你说你是千金小姐，家里被恶霸灭了门，还有人要追杀你，我见你可怜，这才娶了你，把你带回家，一心一意的对你好。可你是怎么对我的？你不让我碰你，不叫我识字，如今却在这里和别的男人做这种事情。我现在才知道，你压根就不是清高，你是下贱，你就是在利用我。大文，别打了，等天亮了，我们就把这对奸夫淫妇带回宗族。秦日柔死定了，肯定会被陈海的。自作孽不可活，他是活该。大文是个好的，若他安安分分的，大文肯定会贴心贴意的对他好，但他不知足，非得和别人瞎搞。娘，三喜要生了。啥？我儿媳妇要生了？二嫂，我儿媳妇要生了，你得跟我去帮忙啊。三喜要生了，我算着也就是这2天了，太好了，走，赶紧去看看，别耽搁了。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多血？这是难产了，不得了了，二嫂，这可怎么办呀？三喜，你支撑住，别孕，千万别孕。弟妹，我也没有办法了。对了，梁大夫不是在外面吗？梁大夫是男人，看病可以，生孩子他哪儿行啊？我是男人，不能随便进产房，进去也帮不上多大的忙。你进去帮帮陈三喜，用你的灵泉，这东西比人参好使。我正有此意，不管成与不成，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让我进去一下，我可以帮助袁大嫂。未婚的女子是不适合进入产房的，现在情况紧急，他们也不敢耽搁，忙把金玉放了进去。大嫂，你赶紧把这个水喝下去，这是药水，喝了你就有力气了。你不能睡啊，孩子还在你的肚子里呢，你睡了他就出不来了，一定要坚持住。金姑娘，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孩子。我会帮你的，但最终还得你自己努力。你听我的，咱们深呼吸。对，就是这样子，呼吸，吐气，再呼吸，吐气，用力，1、2、3，用力，活了，都活了。金姑娘医术了得，把三喜母子都救活了。梁远，赶紧扶我一下，我脚软，我要回房休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居然能给人接生。那孩子小小的、软软的，他一声不吭的时候，我的心别提多凉了。还有大嫂子，她那血一直不停的流，满床都是，我真的很怕她死掉。女子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有的生孩子很容易，有的确实很难。你今天很勇敢，让我另眼相看。我哪天不让你另眼相看了？我每天都能让你另眼相看。今天真的太刺激了，再让我靠一靠，我需要在你怀里好好缓一缓。靠吧，想靠多久都行。金玉在梁元的怀里靠了近1刻钟，正要睡着的时候，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猛地抬起头来，撞到了梁元的下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把下巴放我头顶啊？我没放你头上，我只是正准备低头想偷偷亲你。金玉无语了，拉过梁元的衣领，在他脸上亲了下，吧唧一口。我想好了，我要当接生婆。你还是先把种地开荒、造纸、开牧场、建果园这些事做好吧。这么多事情你都忙不过来了，还想当接生婆？你脑子进水了？我嘴巴欠抽了。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手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没时间做接生婆。行，我放弃这事儿不说了。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寅时3刻，快天亮了。
袁小鱼他们一家还在忙吗？好困啊！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回屋睡我们的吧。天明了还得赶路呢。袁母正在煮石斑鱼汤。三喜醒了，说是想吃东西，我就煮了些鱼汤。金姑娘要不要喝一点再去休息？这汤很补的。不用了，都给大嫂子留着吧。娘，哎呦，闺女啊，你们可算回来了！说好的晚上回来的，结果你们一个都没回来，娘都担心死了。昨天捕鱼的时候下了场大雨，我们才没有及时回来，不是故意不回来的。啥？下大雨？这边没下雨啊！哎，老天爷就是奇怪，明明都是一片天，天气说变就变，一边下雨一边不下雨的。辛苦了，辛苦了！走走走，我们回家。痛死俺老牛了！他惨叫着在院子里蹦跳起来，边跑边甩脑袋，想把大螃蟹甩飞，奈何螃蟹钳子夹得太紧了，他如何也甩不掉，越甩鼻子越疼。停，别撞，我帮你把它取下来。这傻牛居然打不过螃蟹！哎呀，好大的螃蟹呀！看得我口水流。壮壮遭罪了，鼻子该有多痛呀！那么大的螃蟹钳子都能夹断我的手指头。我姐就是厉害，这么大的螃蟹都能捕捞到，我太崇拜我大姐了。螃蟹不是你姐捕捞到的，是别人送的。你姐说今晚就把螃蟹全做了，把大姑他们一家都请过来，一起品尝海鲜大餐。哦，是吗？是吗？别人送的，还有这种好事啊！哎呀，太棒了，晚上可以吃海鲜大餐了。你别动，我帮你取下来。我有点痛，你忍着点，不许踢我，敢踢我我就跟你翻脸。也许是受到了刺激，这会儿愣是不松钳子。他皱了皱眉，正想找人帮忙的时候，灵机一闪，想到了灵泉水，忙滴了一滴灵泉水在螃蟹嘴巴的位置，松开了钳子，啪嗒掉到了地上，挥着大双钳要来夹他。野牛王抬起前腿，别踩，这是我要吃的。野牛王吓得脚一歪，不踩了，把螃蟹踢飞了出去。螃蟹，我的螃蟹！金姑娘，你们是要去卖蔬菜？你们种的蔬菜可真好啊，这是族里独一份呐。打算卖什么价呢？金玉几人就没有乱喊价，直接给了个很实诚的价格。白菜1文钱一斤，生菜2文钱一斤，香菜3文钱一斤，这价格在日月部落是属于超级便宜的了。金姑娘，你们先别去集市上了，蔬菜先卖我们一些，这么好的蔬菜我们可不想错过了。对，不可错过。金家婶子，我要买2颗大白菜，1斤生菜，半斤香菜。你少买点，都被你买完了，我们买什么？我才买了多少？你急什么？不一会儿，金玉7人3马还未到集市上，就在半路上被村民们团团围住了。总共2筐蔬菜全部一扫而空，连烂菜叶子都没有放过。招娣大娘，你们日后还卖蔬菜吗？不卖啦，我们家这次种的菜不多，得留着做种子，不能一直卖。待村民们都散开了，金母把卖菜得来的铜钱全塞给金玉，全给你放着。金玉也没客气，伸手接了过来，跟着家人继续往集市上去。这谁买的呀？孩子他娘啊，你们怎么一次性买了这么多的家畜？这也太多了，不好养。咱们家的粮食还没有种出来呢。爹，你无需担心，这里暖得快，那山上的野菜都提前生长了，咱们只要勤快点，肯定能养活那些小家伙的。咱们已经够勤快的了，我是怕你们累着了，想让你们慢慢来，不要一次性做太多的事情。行了，我们心里有数的，买了这些崽子，孩子们可高兴了，一点都没喊累。你们不累就行，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家只招30个短工，工钱是10文钱一天，不管吃住，5天一结算。但是左村长，丑话我们得说在前头，我们家保证不会压榨短工，但来我们家干活的人不能偷懒，一旦被我发现了偷奸耍滑，我是要扣工钱的。你放心，你们家开出这么高的工钱，谁敢偷懒呢？你只管把人赶走，换勤快的来，不服气有怨言的就让他来找我。你家怎么也要雇佣短工开荒啊？种得过来吗？就是因为种不过来，所以才找短工啊。小月，你快看，这是我和我大姐做出来的草纸啊！这个草纸可不是那个草纸哦，是不能写字的，软软的，是用来擦屁屁的。这放在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我们居然还能用纸擦屁屁，这可是那些富人才敢用的东西呢。小月，事不宜迟，我们去茅房试一下怎么样？不去，我不内急。小玉，这个茅房用纸用起来会不会太浪费了？不会浪费，自己造纸自己用，很方便。一开始是不熟悉流程，所以造纸所花的时间比较长。如今我已经熟悉了，这后期造纸不会太麻烦的。咱们之所以弄出纸张，就是为了让生活变好。这做出来了还怕用，那才是真的浪费呢。这次做的纸啊，全是摊开的，没有卷起来。下次做的时候，我再把它卷起来，用起来更方便。小玉，你想什么时候去找裴组长？今天是春节，日月人过年过7天，我打算7天后再去找裴组长。你自己决定好就行，需要我们
能帮忙的地方就说出来。今天是春节，你们既然出山了，就不要到处乱跑。壮壮，牛棚里有草，那些草都是咱们家地里长出来的，比山里的草更好吃啊！你可以带你媳妇儿和小弟们去尝尝，那些啊，就相当于是你们的年夜饭了。雪团，你怎么受伤了？还好不严重，只是破了点皮。田然，这是人家给你找的宝贝，人家对你才是最好的，人家会一辈子对田然好的。我知道你是最好的，不过我不希望你再去找宝贝了。这些人参和灵芝，以后我们都能种出来，无需你再去山里冒险寻找。比起得到这些宝贝，我更担心你的安危。答应我，别去找这些东西了，可以吗？雪团睁着水灵灵的眼睛看了他2眼，然后才点点头。既然答应我了，那你必须言而有信啊，不然就不给你水喝了。又是这招。等我种出了人参和灵芝这些珍贵之物，你就负责看守，当守护者，好不好？人家要当宝物的守护神。今日的年夜饭，金玉一家吃得很是尽兴。金玉从手机里买了点二锅头，金父喝了一口，皱眉道：这酒不纯，不好喝。有的喝还挑。爷，你就将就着喝吧，法器里只有这一种酒卖。我们要是会酿酒就好了。金玉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心中却是在想着，手机升级之后应该会奖励酒的配方，必须努力种田呀。这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纸？对啊，是我做的，3种纸，每种20张。最软的那个纸是用来方便的，油纸是用来包食物的，宣纸用来写字。等我把颜色配齐了，仔细的研究研究，还能做出多种颜色的纸张哦。摸着好舒服啊，是真的纸，我不是在做梦。金姑娘，你是天才呀，纸都能造出来，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呀？我好想把你供起来，等我去找一下香炉。打住，族长爷爷，供起来就算了，我们还是来谈合作吧。合作？你真要与本族长合作，不后悔？有什么可后悔的？与族长爷爷合作，我又不会吃亏，这是双方互利的事情，我乐意的很。不后悔就好，我们到那边坐下来慢慢谈。族长爷爷可以安排6个聪慧的人跟我学造纸，我会认真的把他们教会的。等他们学会了造纸，要开作坊还是要做其他的，全由族长爷爷你们自己来决定，我不会参与，赚多赚少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只负责传授造纸工艺。那肯定是要弄造纸作坊的，但作坊这事儿我们族里的人不太懂，于丫头，你能否给点建议？金玉想了想，按照现代那些造纸厂的管理方式，给裴族长说了几个建议。一开始不要把作坊做得太大，从小做起会更容易一些，工艺流程也不可泄露出去。凡是来作坊干活的人都必须写保密协议，若有违约者需赔偿作坊的损失。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看到梨，野牛王露出疑惑之色，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看。来，我帮你套上。野牛王很不想过去，但是见金玉笑得那么温柔，旁边还放了1木桶的水，野牛王还是过去了。壮壮，动起来，离地了。动了！你们看壮壮那一脸轻松的模样，这梨可真是太适合他了。此梨怎么看都比我们从各国买来的要好，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日月部落的梨呀。壮壮，你是好样的。壮壮，你慢一些，对，慢慢的来，别太快了。我也是第一次犁地啊，没技术，快了受不了。大姐，你犁得很好，壮壮也很棒，你们2个配合的太好了。慢慢的适应了梨，金玉信心大增，让野牛王缓缓加快速度，然后1人1牛就在田地里飞奔了起来。哎呀，小玉，你慢一些呀。娘，你不用担心，我很好，我还可以再快一些。周围的人都看呆了。金姑娘看着纤瘦的，这体力也太好，比我这个大男人还厉害。金姑娘的本事大着呢，你哪能和人家比？犁了一会儿的地，野牛王就不干了，一直在这块小地方转圈圈，烦死了。壮壮，好好的犁地，帮家里干活，我种一个青青大草原给你，让你有吃不完的青草，让你的媳妇儿崽崽们都能在这大草原上快乐的奔跑。哎呀，仙女下凡了呀！小玉，你今天可真是太漂亮了。哎呦，这妆是谁画的呀？画的可真好，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子了。谢谢各位婶婶夸赞。小玉啊，你笑起来更好看了，这小嘴儿跟抹了鸡血似的。胡说八道什么鸡血啊？这明明是花瓣。对，是花瓣儿。小玉脸上涂抹的胭脂是我和她姑啊用鸡冠花做的，可好用了，你们也可以学着做来用用。这女人呐，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那都是爱美的，该打扮的时候就得打扮。原来是用鸡冠花做的呀。那花啊，我们都是用来戴在头上的，像这样子做成胭脂，还真没有人会弄呢。招娣妹子，你和金兰妹子可真厉害，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可以多做一些啊，然后卖给我们，或者卖给族里的大姑娘、小姑娘们。这胭脂水粉很讲究，
我和小玉她姑做的这个是最简单最粗糙的，脂粉不够细腻，跟外面的相比差太远了。自己用还行，拿来卖就不够格了。娘，外面客人们都来了，你们好了没有？哇，我的老神仙呐！大姐你好红啊，脸是红的，眼皮是红的，嘴也是红的，眉心还有一点红。乍一看好喜庆，仔细一看好搞笑哦。所以我现在到底是不是猴屁股妆容啊？笑个屁！成亲就是得喜庆，当然得红了。你大姐如此好看，哪里搞笑了？没眼光！我没说大姐不好看呢，我只是觉得大姐此刻好看的有点搞笑而已啊。妹啊，真是谢谢你的夸奖了。娘，你为什么叹气啊？娘原本有一本书是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能用上的，但是逃荒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没法给你了。洞房的事儿，娘实在没脸给你说的太仔细了。这……娘，你别急，说不出来就不说了。等到了晚上，我和梁元慢慢摸索。这种事儿你在心里想想就行了，别说出来，被人听到该说你浪荡了。金玉嘴角抽了抽，这样就是浪荡了？我还可以更浪荡哟。人家虽然没有谈过恋爱嫁过人，但是情情爱爱的骗子可是看过不少的哟，该懂的都懂。对了，梁元也没有接触过男女之事，也不知道他懂不懂如何洞房。金玉心底忽然很期待今晚的洞房花烛夜了，心底里升起了一丝恶趣味。如果梁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亲自教梁元，哇咔咔，梁元一定会被吓着的。新郎来喽，快把盖头戴上。哇，我姐夫居然还准备大轿子，好厉害哦！果真有轿子，还是8台大轿，梁元有本事呀！哎，他是从哪里弄来的轿子呀？咱们族里可没有这么喜庆的轿子。啥？8台大轿？我女婿哪来的轿子？我女婿好啊，这个女婿好啊，轿子都给整出来了。小玉啊，在柳州府的时候，只有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嫁才有8台大轿坐，像我们这种普通穷苦百姓坐的都是牛车。你有福啊！哎呦喂，我真是太高兴了。梁元有心了，明明那么忙，却还能抽出时间来坐轿子。哎，小玉，娘信了，成亲以后，梁元肯定会一直对你好的。我相信他。你坐好了，矜持，别激动啊！娘先走了，不能待在这里。新郎来接新娘啦，快开门呐！屋外，金虎等人正抵着门，野牛王和白狐就从木棚里走了出来。金虎四人一愣，随即迅速向后退去。门外的人见门内的声音小了，猛地朝着大门一撞，没人堵门，大门立马被撞开。刚开了一点点，野牛王就用脑袋一顶，把大门重新关死了。好阴险，居然用牛抵门，这门还怎么闯？把之前我请你帮忙找的青草拿出来。哦，我懂了，你是要用青草把牛引开。嘿，好家伙，你是早就猜到了他们会用牛抵门，才让我提前准备青草啊！我谁都不服，就服你，厉害！同红包一起丢进去，红包丢散开一些。好嘞，要想进来就得诚意十足，红包不可少。话音刚落，一堆青草被丢了进来，野牛王的眼儿瞬间一亮，也不抵门了，跑到墙边去吃草。哎呀，壮壮，现在不是吃的时候。金虎等人急了，忙去堵门，还没堵住呢，几个红包被丢了进来，他们忙一个转身去捡红包。门被推开，梁元带着10几个男子冲了进来。进来之后的梁元又各自塞了一个红包给金虎这几个孩子，随即朝着金玉的闺房而去。小玉，我来娶你了，以后我会一直对你好的，我的财产全由你来支配，饭我会做，衣服我会洗，谁敢欺你，我定会第一时间站在你面前护着。这辈子你是我唯一的妻子，我保证不会三心二意，在外沾花惹草，只对你一心一意，一生一世一双人。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我会跟你一起孝顺父母，疼爱弟妹，将来有了孩子，无论男女，我都会一视同仁，与你一起教育，我会逼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夫妻之间是相互的，我也会对你好的，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我都会与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离不弃。看到金玉逐渐走远的背影，金父最终还是没忍住，眼泪夺眶而出。女儿出嫁了，你该高兴，哭什么哭啊？她又不是不回来了。不一样的，嫁人后再回来，小玉就不是原来的小玉了，她有自己的小家了。我告诉你啊，这以后对小玉不能区别对待，该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她嫁不嫁人那都是我们的女儿，必须是，永远都是。梁元，谢谢你给我准备了这份惊喜。盖头被掀开的一瞬间，金玉看到原本一脸期待的梁元，嘴角抽动了下，他心里猛地一凉，歪求啊，他的妆容是真的很另类，不然梁元怎么会是这个反应啊？金玉脸上的妆容太红了，给梁元的刺激有些大，他不明白新娘子的妆容为何要画成这样子。娘子，你今日真美。谢谢相公赞美，我也觉得我今天很美，是最美的。你是最美的新娘，你是最俊的新郎。俩人一来一往，转眼就互夸了对方10几句，一旁看热闹的人都傻眼了。
嫂子，梁月失落极了，敲了敲门，门内没有声音。他想着嫂子可能是睡了，便默默离开。新房里，金玉坐在床上，被梁元用嘴堵住了嘴巴，发不出一丝声音。早就猜到梁月这个丫头会过来，梁元提前做了准备，把门拴死了，谁也别想进来打扰他洞房。看到梁元嘴上的那片红，金玉噗嗤一声就笑了，然后用自己的脸去蹭梁元的脸，把自己脸上的那2片红也蹭到了梁元的左右2边脸上。完美，你现在和我一样的，去抬一盆水来，咱们一起好好照照。哦，我去抬水，让你看够。让你抬一盆水，你提2大桶做什么？还都是热水。你很快就知道了。金玉无语了，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娘子，来，我们一起照一照，然后沐浴更衣，一起歇息吧。见他不动，梁元坏笑了下，直接走过来。金玉转身就跑，还没跑2步，就被梁元逮了回去，开始了鸳鸯戏水。梁元，你个爱欠刀的，你不是没有和女人那样过吗？为什么这会儿如此熟能生巧，比我懂得还多？是没有过，但是却听过很多。我爹那里还有一本那种书，我已经把书里的内容都给记住。你嫂子累了，还在休息，你别去打扰她。还有起床气，吵着她睡觉，小心她不理你。嫂子昨晚很早就睡了，都这个时间了，怎么还不醒啊？昨天我们成亲，你嫂子太高兴了，半夜醒来睡不着，天亮了才睡下，这会儿容不得旁人打扰。好吧，让嫂子好好休息，我不去打扰她了，我去给她做早点。你做的东西能吃吗？厨艺不好别害人。你嫂子刚来我们家，你就想把她吓走吗？去把医馆的门打开，别去灶房捣乱，好好练习一下我教你的那些药理，多学几个字。我现在做东西不好吃，不代表以后也不好吃啊！你不让我多多练习，我就永远不会进步，以后怎么伺候嫂子？那就等你进步了再进厨房。你嫂子有我伺候，现在只想吃我做的早点，要吃我亲手做的。别人做的他不吃，听明白了没有？说完之后，却懒得再跟梁月废话，伸手揪住他的衣领，往药房那边提了过去。你嫂子喜欢努力学习的孩子，她一直都在盼望着你日后能做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医者。所以，你若真的喜欢你嫂子，那就别让她失望。哼，学就学，等我学好了，成了神医，取代你的位置，嫂子就是我的了。你给我走着瞧！嘿呦，我这暴脾气，天天想跟我抢媳妇儿，就你这小傻样，还想成为神医？不是哥打击你，你努力一辈子都追不上我的脚步。不信你试试。爹，我的早点呢？你哥不是说你吃过了吗？梁月无语了。小月怎么了？你没吃早点啊？他说他长大了，想自己学做吃的，让我别做他的那份。我做了，但做的不好吃，浪费了好些白米。没关系，肯学着做事是好的。你想学厨艺，嫂子教你，我擅长这个，比你哥做的还好吃呢。嫂子你真好，那我们现在就去灶房。临出门的时候，梁月悄悄给梁元一个得意又挑衅的表情。梁元无语了，他妹妹不傻了之后，为什么这么另类啊？小月，你可以喜欢你嫂子，但必须适可而止。你哥和你嫂子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要过，不可能什么都迁就你。你是聪明的孩子，应该能听懂爹说的话的，这不是？我懂得，爹，你放心，我有分寸的，不会一直缠着嫂子的。我今天只是太开心了。有分寸就好。你哥和嫂子才成亲，需要独处，咱们父女2人能不打扰就别去打扰。过了这2天，你哥你嫂还得忙活很多事情，你我都得帮衬着。你哥和你嫂感情好了，才能早点给你生个侄子侄女。你想想，以你嫂子的聪慧和美貌，生出的侄子侄女会有多可爱，你一定会喜欢的。侄子侄女，等嫂子生了孩子，我帮她带。娘，大姐才出嫁1天，我怎么有种她已经出嫁了好几年的感觉啊？不止你有这种感觉，你娘我也有这种感觉。虽说离得很近，但小玉一旦嫁了人，这家里还是不一样了。便宜梁月那个丫头了，以后天天都能和大姐相处，她不得高兴死？俺老牛觉得你们趴在这里好玩，所以才跟着上来的。俺啥也不想说。在这里看什么看？我直接去找田人。胡小弟，等等你牛哥。梁元和金玉独处了还没有1个时辰呢，雪团和野牛王就来了，那真是相当的火大，很想把这2只宰了。小玉啊，你来的正好。左七郎方才来找你爹，说想邀请你爹和他们一起出海，去跟那些商贾谈生意。你爹压根儿就没做过什么生意，虽说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想法是想法，现实是现实。他能谈什么生意？况且家里这么忙，矿山那边也有很多事儿等着他做。只是去3天，又不是去很久，你担心什么？人家七郎来找我，那是欣赏我的才华，我怎能不给他面子？
小玉和阿元以前不是说过吗？这部落发展起来后，是肯定会和外面加快接触的。我这次和他们一起出去，不只是为了谈生意，更重要的是为了了解那些商贾。哎呀，你也不看看越族那些人有多单纯，除了左七郎脑子圆滑一些，个个都很淳朴，去做生意很容易被忽悠。我跟着去，能看着他们一些，你得相信你相公我的能力。你出海了，那铁矿山怎么办？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交给阿元他爹一个人管吧？这个你大可放心，我已经找好一个人帮忙了。谁？我找的人是左七郎的三哥左三郎。左三郎不仅块头大，脑子也挺灵活的，虽不如左七郎圆滑，但在同龄人中却很有威望。在矿山干活的时候，里头的好些年轻人，不管是本村的还是外村的，都愿意听左三郎的话。今早在铁铺的时候，我就跟阿元说好了，要把左三郎提升为铁矿山的小管事，阿元同意了的。今早，也就是说左七郎还没有来找你之前，你就跟阿元说好了左三郎的事儿。孩子他娘，你知道我的性子，也知道我向往着什么。今日就算是左七郎不来找我，我也会求裴族长，让他允许我跟着一起出海的。娘，你就让爹去吧，正好和我有个伴儿。你也要出海？你去做什么？去看屯屯和莎莎，我想他们了。行，你们想去就去，不过得注意安全，完完整整的出门，完完整整的回来。孩子他娘，你真好，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小玉的。就你还保护小玉？他保护你还差不多。大姐，你这次出海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不可以再捉一只大螃蟹，像上次那种一般大的，可以夹装到鼻子的那种，还有爪子比我的手臂还长的大八爪鱼，我老喜欢吃了。大姐，我也喜欢吃海鲜，尤其是那种很大很大的鱼，刺少的那种。没问题，我也喜欢吃那些大海鲜。这次出门你们不说，我也打算要捕捞一些回来的。住在左家村是不是特别好啊？很好啊，在这里我们不缺吃的，也不会被打，更不会被人看不起。村里的孩子们都愿意和我玩，还很崇拜我，而且种地比他们厉害，力气也很大。他们崇拜你，你也不可骄傲。我没有和那些商贾接触过，只是听说过他们的一些事情。能出海来鬼屋的，在自己国家能力都不低，他们极为傲气，对日月人很是看不起。在他们看来，他们能来买日月人的东西，是日月人的荣幸，是对日月人的一种施舍，不管是什么价格，日月人都得感激涕零的接受。你们此次去与他们交易，和以往大为不同。以前是任人宰割，现在是要讨价还价，势必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若他们胆敢伤害你，那你就不必客气，想怎么虐就怎么虐。虐他们，你就这么放心我啊？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放心。你再有能力，我也会担心你的安危，很想跟你一起去。别，你去了铁铺怎么办？铁矿山怎么办？土窑怎么办？咱们家里啊，属你承担的最多，那些东西离了谁都不能离开你。不用担心，我们是去做生意，不是去打架的。再说了，我还有灵泉呢，那些人若真敢胡来，我就引来大鱼群，掀翻他们的船。别把你们自己的船也掀翻了。哎，这次你们族里怎么是你来带头？你大哥呢？他还没缓过来。王大刚和秦雨柔的事情，部落里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被带回日族后没多久，他体内的毒竟然无药而解了。秦雨柔就被五花大绑沉入了海里，而王大刚因为父母找族长求情，捡回了一条命，被罚赔10两银子给王大文，还得给王大文当3年的奴才。我哥是个重感情的人，他被秦雨柔伤得太彻底了，心底的伤疤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痊愈。哎，小玉，你快过来，我看到了一条海豚，好大一条，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豚豚？正是豚豚。许是发现了金玉的存在，豚豚飞快地游了过来，跟水中火箭似的，眨眼就到了越族的船边。哎，是海豚，好大的海豚啊！哎，它停下来了，头露出来了，它是在看着我们吗？不对，它是看梁夫人。豚豚，好久不见啊！豚豚，它就是那条救了人的海豚。是的，它看起来真漂亮，我们能喂它吃鱼吗？海里全都是鱼，你手里的鱼会有海里的鱼新鲜吗？金玉知道他这是想喝灵泉水了，就取下水囊，悄然放了些灵泉水进去。豚豚，张嘴！海豚立即从水中冒出脑袋，张开嘴巴，准确无误地接住了金玉倒下来的水。原来鱼也会看长相的呀！我们长得没有梁夫人好看，所以豚豚不搭理我们。正笑着的时候，一条大白鲨忽然飞出水面，朝着海豚飞扑过去。啊！可恶的鲨鱼，胆敢攻击豚豚！兄弟们，弄死他！别，你们别动手！这条白鲨我认识，它是豚豚的朋友，不会伤害豚豚的。这条
白鲨看着有点眼熟，白鲨长得一个样，能不眼熟吗？这条鲨鱼有点像那条小白鲨啊，难不成那小白鲨跟来了，长成这么大了？肯定是了，你们看它的眼睛跟当初的小白鲨一模一样，这条鱼邪门得很，少惹为妙。金玉和金富对视一眼，忍不住捂嘴笑起来。水里的白鲨很激动，很想上船，但在船边游了好几圈都没有看到渔网，就很烦躁，一脑袋就给海豚撞了过去。叫你不等我，不等我，不等我！这鬼雾一眼看去虽说还是很浓，但这种浓郁却和以前还是有些许差别，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太奇怪了。金玉和金富把左七郎等人聚集在一起，问了他们以前是如何与诸国的商人们交易的。因为来的不止一个国家的商贾，避免交易的时候引起互相抢夺的事儿。交易开始之前，那些商人会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先后购买权，他们会让我们先把货物摆出来，然后选出他们所需要的，出价把东西买走，价格都很低。用抽签决定，不出价竞争吗？平凡的海鲜在哪里都能买到，他们大老远的跑来鬼屋之外，想买的东西肯定都是珍贵海物，既是珍贵的，那肯定人人都想要。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怎么会因为抽签就互相相让，不争抢着买东西？他们不争抢，是因为他们在日月部落的船来之前就提前商量好了，谁需要买什么，买多少，价格应该给多少。这些事儿啊，大家按照协商好的，各自买自己的东西，不许乱出价。这抽签嘛，只是迷惑我们日月人的障眼法而已。没有竞争，他们就能够随意压价，因为不管出多少价格，其他商号都不会竞价。若敢胡来，只怕会遭到排挤，以后想再来鬼屋之外买心仪的东西就难了。若是因为价格低了不卖，东西就得自个儿带回去，那就是白跑一趟了。部落里的东西因为数量多，不算稀罕之物，最重要的是不会善用，很多都不认识，不知用途，都是按照那些商贾所需找来买的，带回去之后价值不高，只能留着放坏，所以不管对方出什么价，东西都得卖掉，换取所需之物。这些商人一开始就算计好了，把我们日月人当作冤大头耍，嘿，一个个都不是玩意儿啊！商议好的，难怪呀，我们卖给他们的东西怎么都提不高价格。那些人一个个带着慈善的笑脸，要多和睦就有多和睦。我们还以为他们的国家相互之间很友好，所以他们才会那般融洽呢，买东西都不会争抢，却原来他们是合在一起算计我们日月人。就是过分，实在太过分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你们别生气，这只是我和我爹的猜测，真相如何，还得等见过那些人之后才能判断出来。行，我们不气。金姑娘、永叔，你们说吧，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对抗那些人，不被他们欺负？我们都听你们的。对，我们都听你们的。这次交易与日族通一下气，不要急着卖东西，等了解清楚了那些人所需什么，咱们直接来个拍卖会。来了，我看到日月族的船只了。该死的野人，害本大爷等了这么久，总算现身了。一群磨磨唧唧的东西，还想不想做生意了？本大爷定要给你们把价钱压到最低。愣着做什么？上去啊！早点把东西买好了，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这该死的大海，要玩的没玩的，要美人也没有美人。本大爷恨死这里了，搞不明白族里那些老东西是怎么想。靠海的地方多的是，非得让我来这个鬼地方和这些野人交易。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傻野人，手里有好东西都不会用，呸，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记住我们昨晚说好的，先别急着卖东西，弄清楚他们需要什么，再来谈交易。永叔，我们都听你的。各位日月部落的友人们，在下景恒乃是上次与你们交易的景二爷的三侄子。这次我二伯因生病无法前来，便由我替他来与你们交易，还望各位友人指教。不敢指教，不敢指教。我叫做左七郎，景公子能来是我等的荣幸。不知贵府这次想买什么东西，所要多少？今年景氏商号只想买海马、海参、红珊瑚这3种东西，你们可有？有，可是不多。你们呢？你们又想买什么东西？且先说来听听。我们日月两族这次带来的东西数量有限，你们不说出来，我们没法给你们答复。景恒意外的挑眉，没料到左七郎会如此行事，其余商号的人也没有料到左七郎会这么问。以往都是他们问什么，日月人就答什么的，这一次反倒是日月人来问他们了。我皇氏商号这次要100斤鱿鱼干，新鲜10斤大龙虾3只，人参20只，灵芝30朵，海豚1条，你们可有？海豚都想买，买去干嘛？吃还是玩？哼，不管是哪种，都不可原谅。
海豚没有，永远都没有，它是我们日月部落的神鱼，不卖。什么不卖海豚？去年就与你们说好了，我皇室要买海豚，你们可是答应好了的，保证会在今年会把海豚送上，现在却说不卖了，还说什么神鱼？你们越族是什么意思？瞧不起我皇室商号吗？米面你们还要不要了？您是黄老爷吗？哎呀，对不住，黄老爷，你别生气，那海豚是神鱼，它会救人，是我们部落要保护的珍贵鱼儿，万万不可卖的，卖了可是要被天打雷劈的。哦，还有黄老爷，你们平日也不可以捕捞海豚，抓了是会被诅咒的。对，海豚乃神鱼，不可抓，不可杀。海豚救人，这可真是稀奇。那只会救人的海豚在哪儿？我用100斤大米来换。去你娘的100斤大米！黄老爷，我们不卖海豚，你买点其他的吧。哦，对了，得用银子来买，我们不要大米和面粉，那些吃多了之后就不怎么好吃了。相比米面，我们日月人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鲜和野味，所以今年我们不买米面，所有的交易我们只想要银钱。对，不要米面，一点都不好吃，海鲜最美味，野味最带劲，还都不要钱，吃着超划算。我们部落里马上就会产大米了，谁还会稀罕你们手里的发霉货？请您老拿回去慢慢吃。什么不要米面？黄老爷气得礼数全无。你们去年怎么不早说？我今年带了10000斤的米面，你们不要了，我该如何处置这些东西？你们这些野人！黄老爷请注意态度，我们可不是什么野人，买卖不成仁义在，你犯不着言语攻击，此举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所为。你算什么东西？胆敢跟本老爷如此说话？你又算什么东西？胆敢对梁夫人如此说话？我们不做你的生意了，滚一边凉快去！放肆！你放个狗屁！他放的不是狗屁，他是在喷粪。哼，谈生意都不会好好谈，动不动就装傻，说了不卖海豚还硬买，自己的米面卖不掉就赖我们身上，当我们冤大头啊！我们穷的衣服都没得穿，有钱人还来对我们强买强卖，丧尽天良啊！天打雷劈，没有良心呐！你们王老爷，人家都说不做你的生意了，你就别强求了，赶紧离开吧，我们还得谈生意呢。想不到区区野人部落竟会有如此气质出尘的绝色美人，这皮肤白的比城里的千金小姐还白。杨叔，等会儿买东西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小美人也买了。喂，小美人，我叫做上官斌，怎么称呼你啊？监狱很讨厌他那种赤裸裸的目光，皱了皱眉道：我相公姓梁，你可以唤我梁夫人。梁夫人，你长得如此美丽，我在一个小小的部落多委屈呀！不如随我去西秦国，我带你去见识。你耳朵有病吗？没听清楚我说我有相公吗？你凭什么让我一个有妇之妇跟你走？凭你长得丑，凭你是个脑残。你放肆！放肆的是你们，我们日月两族好生来与你们谈生意，你们这些所谓的生意人，一开口说的就不是人话，不是强买强卖，就是要调戏我这个有妇之妇。怎么，你们是不想好好谈生意吗？不想谈就说，我们也不强求。对，我们不强求，不与你们西秦国做生意了，赶紧离开。梁夫人不必动怒，我是与你开玩笑的，美人生气会变丑的，不气啊！我不让你跟我走了，我们接着谈买卖。开玩笑，不好意思，我与你不熟，并不想与你开玩笑。说不想和你做生意，那就是真的不想和你做生意，请走吧。对，我们是真的不想和你做生意，请离开。尔等不识好歹，该说的我们都说了。上官公子，这里还有其他人呢，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意场，请你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王八蛋，敢调戏我女儿！莎莎，你在哪儿？快跳出来！要烂这混球的水头！各位老爷公子们，请你们继续说说你们想买什么东西吧。而且今年的交易方式，我们部落想做些改变，打算以拍卖的形式将手里的东西卖给你们。所谓的拍卖，便是由我们日月部落为货物定一个起卖价，各位爷出价争购，到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时，就拍板成交。你们是想钱想疯了，让我们争相购买？你们日月部落有这个资格吗？不知所谓的野蛮人，是人说吗？我们能买你们的东西，那是你们的荣幸。他还未说完，忽的一道海浪打来，溅了他一身水，一口水落入他的嘴里，呛得他直翻白眼。活该！可否说说各种货物的起卖价是多少？这些红珊瑚一次性拍卖，起拍价为3万两白银。3万两白银？你怎么不去抢？价高？不，一点都不高。各位爷，我们日月人只是与世隔绝，并不是傻的，我们都已经查到了，它不仅有很高的收藏和观赏价值，还具备极强的养生功能，寓意着祥瑞，是文人雅士的喜爱之物，是达官贵人乃至皇族都想拥有的珍品。它的价值远超黄金，3万两白银是我们部落看在多年合作的份上给你们的优惠起价。若是换成其他人，如此多的红珊瑚至少喊价5万两白银。红珊瑚3万两白银起拍，每次加价不低
低于10两。半刻钟之内若没有人出价，此红珊瑚便拍卖失败，我们会带回部落，不再售卖。不再售卖？你们疯了吗？红珊瑚在诸国是很珍贵，但对你们日月部落而言，它毫无价值。谁说没价值？我们可以拿回去摆家里观赏，也可以磨成粉泡茶喝，还可以当头饰挂饰，用处多了去了。我出3万两白银。恒少爷，你怎可喊价？3万两已经超出了预算，族里是不会同意的。不出价，我们就只能错过红珊瑚。若日月人真的把红珊瑚收回去，损失最大的是我们。我们千里迢迢的来这里，不能空手而回。况且我们以前对日月人确实是太过分了。买不到，咱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或者直接抢过来。郎伯，我们景家不是盗匪，是商人，切勿做出辱没门风的事情。老奴知错了。姓景的，你喊什么价？你把红珊瑚都买了，我买什么？你也可以喊价，或者等我买到手之后，我卖给你。呸！你卖给我？你会给我最低价吗？景家刚才喊价不算数，我们谁也不喊价，也不同意你们拍卖。这次的交易必须和以前一样，否则你们别想活着离开这里。上官斌，你疯了！让你的人把弓箭收起来。上官二爷好样的，对，就得这么干。什么拍卖，什么规矩？呸！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区破烂部落也敢跟我等讨价还价？强者为尊，我们是强者，日月部落是弱者，就该听我们的。来人，准备弓箭，好好教训这些不知好歹的野人。你们都疯了吗？你们是来做买卖的，不是来打劫的。我们也不想这么做，全是日月人逼的。若他们乖乖的，还像以前一样，我们也不会动手。你们可想好了，今日你们若真的动了手，这以后再无和日月部落合作的可能。景恒公子，只要日月人还像以前一样做买卖，我们保证不会伤害他们。做买卖？你这是做买卖吗？你这是在让我们把手里的宝贝拱手相让。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和我们做公平的买卖。你们这些商贾自视清高，实际都是奸诈小人。我们今天就是死也不会再与你们合作了。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们，你们敢动手，我们就把船上的货物全部丢进海里，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谁也没有发现，娇小的金玉逐渐退出了人群，来到船尾这边，朝海水撒了些东西。住手！谁也不许放箭，谁敢放箭就是与我景氏商号作对，与龙城国作对。原来这些商贾也不全都是坏的。姓景的，你竟敢维护这些卑贱的日月人！你上官家不想与日月部落合作，但我景家想。你今日之举着实让我瞧不起，我是不会让你胡来的。你们之中有许多人都与我景氏商号有往来，今日你们若敢帮着上官家欺辱这些日月人，那以后我们景氏商号就与你们断绝所有合作。反正在你们的国家中又不是只有一家商号，没了你们，我景氏商号还有更多的真诚善良的商号可以选择。景恒，你疯了吗？你们景家的长老是不会允许你如此胡来的，这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既然来了这里，就代表着景家的事情我是能完全做主的。只要能和日月部落一直友好交易，不影响家族荣誉和利益，恒公子做任何决定我们都会支持。断绝与我们合作，不就是影响利益了吗？不会。景家底蕴深厚，谁人都无可撼动，就是君王也得礼让3分。思考再三，上官斌最终还是放下了手，让人将弓箭收了起来。其余的商贾见了，也都看在景恒的面子上，默默收起了弓箭。计划有变，你们暂且休息，我让你们动手，你们再动手。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银子，太耀眼了。哎呀，我今晚想守着这些银子睡觉，一刻都不想和他们分开。永叔和梁夫人太厉害了，回去之后我们肯定会被族长表扬的。这些银子你们日族想现在分，还是回到部落之后再分？不急不急，银钱放在你们这里，我们放心，回到部落见了族长再说。莎莎、屯屯，方才要杀我们的那些人返回来了，就在那边，赶紧去把你们的小弟们全叫过来，随时准备战斗。莎莎和屯屯立马转身游走了。爹，不好了，那些不要脸的又返回来了。什么？那些人返回来了？这些人不是善茬，我们甩了他们的面子，他们肯定会怀恨在心，去而复返，只怕是想趁着景家的人不在找我们的麻烦。他们人多，硬碰硬对我们不利，我们得赶紧开船躲进鬼屋里。开船！那些日月人想逃，加快速度追上他们。大船速度加快，与日月两族的船只逐渐拉近距离。准备放！燃烧着火焰的箭矢也落到了船板上，燃烧再燃烧。快灭火！怎么回事？二爷，我们的船撞上，不对，是有东西撞上我们的船了。什么东西？救命啊！那边怎么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海浪啊？这是要下暴雨了，可为什么只有他们那边有乌云，我们这边没有？太阳真耀眼。许是他们惹怒了海神。走走走，别管他们，趁着他们还未追上来，我们赶紧进鬼屋。那是什么鱼啊？好大呀！那是虎鲸。永叔，这种鲸鱼还不是最大的，是大海里最大的鱼是蓝鲸，体长有10层楼房那么高。我曾有幸见过一次，那次我们的船差点就翻了，若不是运气好，都死在海里了。啊，10层楼房，那不成高塔了？爹，你见过高塔吗？没有，但我可以自己想象。哎呀，吓人，太吓人了！那么大的鱼能吃吗？
爷，不是什么鱼都能吃的。很快就进入了鬼雾之中。屯屯，让莎莎撤退，我已经安全了，让她也注意安全，别被那些人伤着了。仙门，太仙门了！那些鱼肯定是被水鬼上身了，要拉我们去抵命。大海上不能待了，我要回陆地。7艘大船有4条都沉了，只余下3条大船，300多人，活下来的只有160几个。组长，这次有永叔和梁夫人与我们一起出去，赚大发了！你们看看这3大箱子，你们装的全都是银子，白花花的银子。是真的，这银子是真的。当然是真的，银子岂能有假？这可是我亲自钦点的。组长，我们这次在外面遇到的事情可刺激了，我现在好激动，很想与你好好的说一说。说，就在这外面说，让大伙儿都听听。行，就在这里说，正好也让大家都知道那些商贾的恶行。左七郎等人也不再隐瞒，将在鬼屋之外发生的事儿一一道来。记清楚那些商贾是哪些国家的，以后都不与他们合作了。出海去做生意的时候，也不要去他们的国家。知道了，组长。组长，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欺负我们吗？为什么不把我们当人看吗？因为我们穷，因为我们部落落后，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们的本事不如他们。如果没有鬼物，我们部落里的所有人都会成为那些人的奴隶，任人践踏虐杀。若我们什么都会，若我们实力够强，外面的那些人就不敢瞧不起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变强，必须团结，必须让整个部落繁荣起来。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变强，我们绝不会让人继续看不起，我们不是野人。姐夫，你赢了，越族已经走在了日族的前面，我们2族是时候合并了。你可想好了，一旦决定好了就不能反悔了。绝不反悔。早在和你们定下那个约定的时候，我们日族就已经做好了2族随时合并的心理准备。上次回去之后，我已经和族里的各位镇长和村长商议了合并之事，他们都支持我的决定。姐夫，咱们部落早该合并了。顾大能，你虽说脾气不好，但却是个果断的领导者。好，要合并就趁早。明儿个你带着人去衙门找我，咱们一起好好讨论合并之事。金老爷、梁大夫、梁夫人，你们见多识广，此次2族合并的事儿，还得请你们帮忙拿个主意。怎么说，你们现在也是越族的人了，是有资格提建议的。只要是好的建议，我们都会接受。你们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咱们部落以实力为尊。你们虽说是从外面来的，但你们的善良、你们的能力，那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我们日月2族真心接纳你们，相信你们，保护你们。你们就是我们的族人，是族人就有说话的权利。你们只管跟我们一起去，不会有谁敢说什么的。我做族长虽然有好些年了，但是我年纪大了，带不动族人了。我的那些儿女们一个个都很平庸，没有一个适合当接班人，所以这皇帝我不能当，也当不好。这个位置必须是能者居之，只有强大的人才能带领部落，不是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我也是如此想的，我的能力也就那样，是无法胜任君主这个重要的位置。哎呦喂，2位族长，你们可是我们部落推选出来的最佳领导者，你们2位不当君主，那谁还有资格？我们嘛，我们有个屁的资格呀？难不成你们还想从2族里选人吗？这恐怕不行吧？有什么不行的？咱们2族里能干的年轻人多得很。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屋里这些部落的上位者们你一句我一句，梁元心里忽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回忆着上辈子这个老头做过的各种事儿，猛地灵光一闪。走，我们赶紧离开这里。梁大夫就是我见过的最能干的年轻人。梁大夫，仪式还未结束呢，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突然想到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需赶紧回家一趟。有什么事情会比2族合并更重要？梁大夫，我们正说到最关键的地方，你们可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们还得等你们提建议呢。对呀，你们几位博学多才，是我们部落里难得的人才，你们的建议对我们很重要，可不能先走啊！来，回到位置上坐着，有什么事儿留到后面再做，若忙不过来，我们就帮你们一起做。梁大夫，纵观部落里的年轻人，属你最有智慧，文武双全，胆大心细。裴族长，您老有话直说，不必夸我。我想让你当皇帝，不行，我嘴巴笨，不会说话，爱得罪人，没有号召力，心慈手软，感情用事，头发长，眼光短，哪都超级差劲，不适合当皇帝。您老还是另选他人吧。金玉嘴角抽了抽，终于明白梁元刚才为什么会想要逃了。合适，太合适了。梁元，你这气质，你这俊脸，堪称最佳王者。你不当皇帝，天
天理难容呢。对，天理难容。各位高看了，我相公平庸的很。你们之所以会觉得他厉害，那是因为他是从外面来的，见过的比你们多。不对，他见过的还没有你们的多，你们经验可比他丰富多了。梁夫人不必如此说，梁大夫的能力咱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他真的很适合当一国之君。你们看走眼了，我真的不适合，你们还是再认真考虑其他人选吧。既然梁大夫不愿意，那我们就不强求了。族里有能力的人还有很多，咱们换个人选。我想想，公平起见，我们先将两族合并的事儿传下去，从两族里推出适合当皇帝的人选，再让族人投票，哪位人选所得的票数多，就让他当君主。这是个好方法。以前我和姐夫就是这样被选出来的，这个方法对谁都公平。两位族长刚才想让你当皇帝，你给拒绝了。我的个老神仙，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刚才差点就成国丈了。是的，你差点就成国丈了，但梁大夫给拒绝了，你当不成国丈。所以金老爷，你赶紧劝劝梁元吧，当皇帝万人之上，威风八面，那么霸气的事情哪能不做呀？我不劝，我女婿是个拎得清的，他的事情我不掺和，他让我拿主意，我才帮忙拿主意，其他时候我不会多管，我尊重他的决定。左村长无语了，金玉丢给了自家老爹一个赞赏的眼神。你们回去以后就给族人们说，让他们全部推荐梁元当皇帝。我跟你们说，这个梁元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错过了就可惜。我用我的人头保证，虽说现在没有当皇帝的心思，可一旦当上了皇帝，那肯定是一个认真负责、爱民如子的君王。若不是，你们可以把我的头砍下来当球踢。不踢，我怕踢着踢着你突然咬我一口。我都死了还怎么咬你？别打岔，说正经的。我支持你的决定，梁元的确不可错过。他当了皇帝，梁夫人就是皇后了。他们夫妻二人身后还有丁先生他们肯定会全力支持梁大夫两口子管好部落的。可一旦选了梁大夫，咱们就是把部落拱手相送。你们可想好了，不要后悔。梁大夫他们是聪明人，知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他们出来我们部落，明明不了解我们，却愿意将能力展现出来，为部落做那么多的事情。虽说他们也有受益，可受益最大的还是我们日月人。梁大夫他们是信任我们的，我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一心为部落着想，想让部落变好。梁大夫不是我们想选就能选的，人家不答应，我们选了也无用，得与他好好说说。我们俩去找他好好说说。君王这个位置听着至高无上，可咱们部落就是个烂摊子，甩手丢给了梁大夫，实在是添了很大的麻烦。可除了他，我心中没有满意的人选。你们心中若是有其他的人选，也可以选你们想选的人。想来想去，还是梁大夫最为合适。实在不行，丁先生也很不错。既然你们都认为梁大夫合适，那我们就与他好好说说。丑话说在前头，若梁大夫真的当了君王，我们都必须听他的，他让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谁敢说个不字，别怪我不客气。阿元呐，日月部落做事真是太儿戏了，皇位如此重要的东西都能让出去，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皇位是个烫手山芋，这里不比外面，我们是外来户，若真的接手了部落，可难稳定人心，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我们。就算能稳住人心，我也不会接受，太累了。可我觉得裴族长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毕竟在他们的眼里，你是真的很优秀。若你不答应，我怕以他们今天的举动来看，他们可能会找上我爹、我姑父，还有我的表哥们。不会吧，这么随便？他们做什么事不随便了？爹，皇位的事儿，回去之后暂且别说出去，事情还没定下来呢，说出去了不好。爹明白的，保证不说。梁元，你得当皇帝，你不当，咱们部落就永远好不起来。族长，你此话是什么意思？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部落自立为国，却不善管制，两族的族人又发生了争斗，死伤无数。后来外面的那些国家打进来了，把我们全部抓了起来，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奴隶。再后来，族人们拼死将我救了出来，坐船离开了部落。